在这个现代社会中，也许有些无法理解的事情被隐藏起来了。大家好，我是贵叔。你听说过日本恐怖都市传说曲子乡吗？2005年6月6日，日本论坛网站 2ch 上有一个帖子，说希望分享一下大家身边发生的恐怖事件。随即大量网友跟帖，但在帖子的第912楼，一个昵称小香的楼主讲述了日本最邪性也是殿堂级的都市传说，中文译作曲子乡。在日语发音中，曲子乡和小鸟乡类似，所以又名小鸟乡。该帖一经发出，很多网友以为是一个令人不安的都市传说，邪性恶寒。然而随着事件的发酵和热度上升，有关于曲子乡不为人知的历史背景逐渐和现实世界重叠。难道曲子乡是真实存在的吗？注意，本故事含有未经证实且令人不安的成分，请谨慎观看。我是一个闲暇时喜欢浏览综合讨论版的人，比如 2ch 上的某个板块。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原本以为自己不会有机会在这样的地方发帖，但上个月发生了一件让我印象深刻的事情，我认为它值得分享。在得到事件中主角的许可以后，我决定在这里讲述这个故事。我相信在这个板块里会有很多人愿意相信这样的经历。这可能会是一篇长文，我的文笔一般，以前很少写长篇的文章，可能读起来有些费劲。正如开头所说，我是一个普通人，对超自然现象没有任何特别的感受，因此对于这件事是否真的与灵异有关，我无法做出判断，希望各位能帮忙分析。故事中的对话内容是根据我的记忆复述的，可能显得有些杂乱。这件事是关于我的一个朋友的经历，我们从中学时代就认识了，虽然现在已经快30岁了，但我们仍然经常一起出去玩或喝点东西。他的家族世代都在当地的一座大神社担任神主，尽管他平时从事普通工作，但在新年祭拜或婚礼等特殊的场合，他会穿上正式的神主服装主持仪式，平常则住在神社的附近。那天我们计划一起去喝酒，并约定先在我家集合。他和他的女朋友 K 先到了我家，我们在打游戏的同时在等待另一个朋友 S 的到来，让我们称呼那个神社朋友 M， 迟到的女性朋友 S， 而我则是 A。M 的女友是 K。 玩了一会儿游戏后， S 打来了电话，他说：不好意思啊，我在仓库里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东西，我们全家都挺感兴趣的。哎呀，记得你很擅长解谜和智力游戏，对吧？我把那东西带过去，再稍等一下哦。大约40分钟以后， S 终于到了。就在他的车进入我家范围的那一刻， M 突然变得非常的紧张。他说：糟了，今天我爸不在家。我问：怎么了？ M 又出现那种感觉了吗？ K 呢也关心地问：你还好吗？又是那个吗？ M 说：这次的东西恐怕不简单啊，怎么办呢？ S 说的是真的吗？ M 平时很少对我们提及感应或看到鬼魂的事，神社的工作之类也绝口不提，因为他怕吓到我们。我和 S、K 都知道这一点，所以当 M 突然说出这样的话，我们都感到有些不安，谈话的氛围也被打破了。S 进了我的房间， M 的脸色苍白地说： S， 你带来了什么？拿出来看看。 S 疑惑地回答：哎，难道我带来的东西真的很严重？是这样吗？ M 点点头。 S 解释说：下周仓库要拆了，在清理的时候我找到了这个木箱。说着，他拿出了一个约20立方厘米大小的正方形木箱。这个箱子看起来像是个小型的拼图玩具，由多块的木头组成。 M 突然的大喊：
别碰他，不要摸。紧接着 M 冲向了厕所，开始呕吐。K 跟着也去了厕所，帮他拍背，安慰他。M 吐完后回到了房间，拿起手机给他的父亲打电话。老爸，曲子香，朋友带来了曲子香，我好害怕，我不像爷爷那样能处理这种事。M 哭了，一个29岁的男人哭着向自己的父亲求助。看到这一幕，我也几乎要掉泪了。M 说，没有附在上面，只有箱子本身有痕迹，虽然可能留下了什么东西。对了，我还知道一些细节，比如朋友肚子上有一个七宝的形状，是七宝图案，没错吧？中间有一个三角形，但我真的不清楚具体是怎么回事。不是我呀。M 似乎用了很多的专业术语，多次提到了曲子香和七宝。其实他还说了更多，但我不记得全部了，真是抱歉。M 接着说，我知道该怎么做，如果出了什么差错，就请老爸帮我去除，拜托你了。随后 M 挂断了电话。M 大约哭了2分钟，然后哭着说了一声好，接着坐直了身体，敲打着自己的膝盖，看起来他已经下定了决心，不再哭了。M 说， A 君，你能帮我准备一把刀或者菜刀吗？喂，你要干什么？ M 说，我不是要伤害谁，也不是要驱除 S， 虽然我现在看着他都会害怕，但不能怕。 K 和 A 君，你们也不要怕，无论如何都不能怕，我们不能输，怎么可以输呢？有我在，不要怕，不要怕，别小看我，爷爷也在看着呢，可恶的东西。 M 像是为了驱散自己的恐惧而大声的吼叫， S 也被吓得快要哭了，我和 K 也几乎快到了崩溃的边缘。 S 说，我知道，我会加油的。尽管我们什么都不明白，但还是跟着说，我们也知道，我们会加油的。能把菜刀给我吗？好的。然后我把菜刀递给了 M。 A 君，掐我的大腿内侧，使劲掐，用力掐。虽然不明白为什么，我还是照做了。在我掐他的同时， M 用菜刀割了自己的指尖和手掌。我想这大概是为了转移疼痛感才让我掐的吧。接着 M 说， S， 张开嘴。 M 把沾满自己血的手指伸进了 S 的口中。 S， 快喝下去，即使很难喝也要喝。 S 哭得说不出话来，只能大哭。接着是一段我根本听不懂的话，这段话听起来像是主词或是咒语。 M 重复了5、6遍，与其说是咒语，我觉得更像是某种传统的吟唱曲调。接着 M 从 S 的嘴里抽出了手指， S 开始呕吐，混着 M 的血吐了出来。出来了，太好了。 S， 你还好吗？接下来爷爷会好好看着的。 M 将沾满血的手放在了 S 带来的木箱上。曲子香。 A 君，帮我打给我吧。我按照他说的拿了他的手机，拨给了他的父亲，并把电话放在了他的耳边。老爸，不好意思，我忘了，你能帮我一起念这个吗？ M 靠着手机，右手按住了那个小箱子，又开始念起了像咒语一样的东西。对我来说，这听起来更像是唱歌。结束了。 M 再次的痛哭起来，一个大男人竟然哭成这样。尽管 K 还在安慰着他，但他还是哭了大约20分钟。我们4个人都哭了，哇哇的哭着。不过即使在那时，我也注意到 M 的手始终没有离开那个木箱子。当然也可能是因为他哭得太厉害，没有注意到。稍微平静下来以后， M 问我， A 君，有没有可以把手和箱子绑在一起的毛巾？我找了一条薄的浴室毛巾，把 M 的手和箱子绑了起来。 M 又说，接下来我们要去哪里喝酒呢？啊，开玩笑的了，
今天实在是不行了。A 君，你送我回去吧。唉，我不由得感叹，这家伙的神经可真是够强的。那一天，无论是 S 还是 M， 都感到筋疲力尽，所以我送他们回去了。虽然最后我们还是去喝了酒，但我原本是打算不喝酒来送他们的。唉，真的是。从那之后，大约过了8天左右 ，M 放了假。前一天我也见过他，并试着问起了那天发生的事情。那个啊，虽然对 S 来说可能有点不好意思，但那东西是在 X 山的一个部落里发现的，在那样的地方，竟然会有那样的东西。不过现在已经处理好了，因为爷爷回来了。你还是别知道太多的好。他似乎不太愿意多说，无论我怎么追问 ，M 都不再透露更多的信息了。不过，在最后他还是说了几句：“那箱子里的东西其实是怨念，里面装着很多人的食指和脐带，这种东西绝对不能轻视。人的怨恨是很可怕的。没想到会有人做出这样的东西。以前如果出现这种东西，都是由我爷爷来处理的。我以为在他那一代就已经处理得差不多了，没想到现在轮到我出手。我只是个半吊子，其实很少接触家里的这些事情。老实说，那时候的我真的非常害怕。看来我需要好好的学习一下了，虽然我也没什么天赋就是了。至于那个部落的事，你就别管了，反正 S 到现在也不知道全部的情况。反正现在又不是那个时代了，这不是废话吗？对了，比起这个，我可以把这个有趣的话题告诉别人吗？随便你吧，反正你也看不到鬼。啊，正是因为看不到我才会感兴趣的呀。唉，随你便了，反正呢只是说说而已，又不会被附身，而且也不会有人相信的。你呀，只会被当成骗子，而我会装傻。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不好意思，我写的太长了。没想到我这个电脑白痴竟然会在这么多人面前讲述这件事。等了很久吧，看来这话题也变得很热门了呢。没想到还要新开一个讨论串出来。我住的地方非常的偏僻，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如果有游客来，我也会感到惊讶。所以请大家不要试图人肉搜索我这个地方。尽管这里和其他的地方有些不同，但大概只有我自己注意到了这一点。我担心可能会因为与这方面有关的人产生新的问题，推测地点应该是在岛根县。几乎都说出来了，我现在有点后悔自己的嘴太快了，但我真的很想知道，在这里好像可以收集到不少的信息。因为事情已经闹大了，我觉得很不安，就在刚刚打电话给 M 和 S， 表达了我的担忧。M 说，不管是不是在这里都没关系，我不会告诉你详情的，放心吧，胆小鬼。在通话时，我还问了 M 一些之前忘记问的问题，除了 S 以外，我和 K 会不会有事？还有在来我家之前玩过那个箱子的 S 一家人，他们会有事吗？拜托你了，这真的是那个东西吗？我太担心了，每晚只能睡6个小时。以下是 M 的回答。对于第一和第二个问题，那东西只对小孩子和生小孩的女性有影响。S 的父亲和弟弟当然没事， S 的母亲不是已经停经了吗？ S 的祖母也没事的，当然 A 君你也没问题。 K 或许会有些麻烦，但他接触的时间很短，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不过就算现在有问题，我爸在家，所以不用担心。那天啊，是我的父母出去玩了。对于第三个问题，实际上 M 也不太清楚具体的细节，似乎被称为取子香。我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如果我反驳的话，他可能会说
我骗你的了之类的。但从他昨天说话的口气来看，我不认为他真的不清楚。只是为什么他要隐瞒到这种程度呢？感觉越来越恐怖了。接下来简单提一下与 S 的对话内容吧。在那之后，当工人们开始拆除仓库的时候，隔壁的老爷爷似乎引起了不小的骚动。S 说他会在明天详细的告诉我 MK 当时发生了什么。我对这件事非常的好奇，真的想知道那到底是什么东西。现在既然已经跟 M 说了，应该就没有关系了吧。我正在思考这个问题，明天等4个人到齐以后就开始讨论了。虽然不确定 K 会不会来，直接问 M 的父亲当然是最妥当的，但 M 一直不愿意，说不能让父亲知道这些事情。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再次尝试问一问。走到这一步，我真的非常想了解整个经过，把故事写在这里真是太好了。虽然很着急，但如果 M、K 或 S 中的任何一个人来阻止我的话，我会停下来的。尽管我现在已经被好奇心打败了，但还是感到有些内疚。我来了，昨天记录下了整件事情的经过，是一篇相当冗长的文章。我不确定是否应该PO上来，但在我们4人讨论过后，尽管还有些顾虑，最终还是决定发布出来。最后请各位见谅，这个故事非常的冗长，需要花费不少的时间来阅读。由于我也是突然听到了这么冲击的消息，脑子还处于混乱的状态。我们谈了近5个小时，我尽量的回忆并补全了对话的细节，内容会像对话一样的叙述，请大家多多包涵。此外，只截取了主要的对话内容，可能会有些跳跃的地方。这篇文章已经给 M 和 K 看过了，并在他们修改了一些地方以后才发布的，内容中可能会有一些重复之处，请原谅。原本计划是在晚上的6点，当时这4人在我的家中听 S 讲述事情的经过。S 家的人因为在拆仓库时发生了骚动，隔壁的老爷爷 J 想要插手，所以去了 S 家。参与的人物有 M、S、K、我、S 的父亲、S 的母亲、S 的祖母、S 的祖父，以及 J 就是隔壁的老公公。S 的弟弟当时不在场，因为他在上班。以下是对话的主要内容，为了便于理解，我已经尽量地将方言转换为了更通用的语言，尤其是 J 和 S 组的话，听起来几乎像是外语一样。首先是 S 讲述了在事件发生后的2天，也就是5月23日，工人们前来拆除仓库时的事情。当天，拆除用的机械进入了区域准备动工时， J 跑来找 S 的父亲说话。S 父呢向 J 解释了拆除仓库的事宜，但 J 却强烈的反对。S 听到了他们的争吵声，心想这可能是对那个箱子有所了解，于是出去询问了 J。 这时 S 还没有把那天发生的事儿告诉家人。 J 坚决地反对拆除仓库。 S 问他，你反对是因为那个箱子吗？那个箱子到底是什么？ J 显得非常的惊讶，急忙问道，你发现了那个箱子，它怎么样了？你还好吗？ S 解释了情况以后， J 表示这是他的责任，并为此道歉。接着他说，就是因为你们不听，才会发生这样的事，然后就离开了。 S 随后把这些情况告诉了 S 的父亲，后者似乎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S 觉得 J 的行为有些异常，因此昨天打电话给我时提到，如果要让 M 也参加讨论，最好就在今天。 S 说他有一些不得不讲的事情，于是和 S 的父亲一起说服了 J 一起来我家。这就是当时的对话内容，希望这些信息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整件事件。接下来是 M 的事情。 S 的父亲对 J 说，
方便跟您谈一下吗？可能是因为我们在场，他有些顾虑。这时 M 插话说，可以让我先说吗？于是 M 开始了解释。这爷爷，那个箱子原本应该是在您的家的吧？如今提到了诅咒，大多数人可能会当作怪谈来看待，但这个箱子是个例外。我从爷爷和父亲那里听说过很多次了，也亲眼见过他们处理这种东西的过程。每当谈到这个箱子的时候，他们的表情总是非常的严肃，并且还有一本专门记录管理的簿子。无论是否出于意外，确实有人因为这个箱子而丧命了。这次因为我与箱子产生了关联，我爸觉得事情有些蹊跷。昨晚我们又重新检查了那本管理簿，结果发现现在的七宝图案出现在了这页您的家中，这很不寻常。我爸也说果然如此。虽然我被嘱咐不要卷入这件事，但这次算是特殊情况。我爸也说去吧，所以我今天来这里处理这件事。由于只有 M 和 J 才明白的内容，所以在场的其他人都沉默不语。M 继续说道，如果那个箱子确实在这页您家里的话，那么 S 的父亲不知道箱子的事也是情有可原的。S 的爷爷在继承了 T 家后不久就去世了，对吧？ M 接着说，根据管理部的记录， T 家、S 家、J 家之间的转移是在1年内完成。 S 的爷爷可能没有时间向 S 的父亲交代清楚。按照约定的年份来看，让 S 的父亲接手这项任务也非常的困难。也许是你让那东西暂时留在 T 家的可能性很高，但现在那箱子却出现在了 S 的家里，这一点非常奇怪。我平时并不怎么参与家里的事务，也没有特别的关注那本管理簿，但昨天看了之后确实感到惊讶。直到刚才听 S 讲述了他的经历，我在想是不是中间出了什么差错。我也曾考虑过，你可能不知道箱子的存在，但实际上你是知道的，对吧？你知道却不接受，而且明明知道箱子在 S 的家里，却保持沉默。这次我成功地去除了邪气，剩下的只是探讨背后的真相了。但因为某个环节出错，导致 S 全家都不知道这东西的存在，这算是因祸得福了吧。老实说，我非常的焦急，也非常害怕。如果不是昨天跟我爸一起看了那本管理簿，今天我也不会来这里的。按照原来的约定，我是不能直接从家里过来这里的，所以我今天这样做，请大家帮我保密。看来已经无法再这样做了。M 接着说，我很生气，我爸也是，仅仅是没有遵守祖先留下来的约定，这样的事就已经是非常严重的了。我自己也有想要逃避的心情，那天我一看到那个箱子就想逃跑了。虽然只是短短的时间，但我真的想过要逃跑。10多年里轻视那件物品，随便的保管了10多年，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呀！但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了别人身上，即使事后处理掉剩下的箱子，问题也无法解决。如果 S 无意间，真的只是无意间没有靠近那箱子，无意间在那一天与我们见面，他可能会因此丧命。这样一来，或许还会有其他的受害者。所以，请问，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呢？还有 K 当时也在现场，她显然是能够生育的女性，她不是局外人，而是受害者。然后还有 A 君，虽然可能不是完全的局外人，但也很难说。这家伙的名字并不是什么难写的字吧？尽管我不太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但 J 看着我说，啊，原来如此。接下来是 J 的叙述。首先让我来说说那个箱子的事情。机宝是由 S 家、J 家以及斜对面的 T 家这3户家庭共同管理的物品。这个箱子由3家轮流保管，
每当负责保管的家庭的户长去世以后，下一个负责的家庭的户长会在葬礼后从前任者的下一代那里继承箱子，并一直保管到自己去世，然后循环往复。接受箱子的户长需要将这件事告知下一代，如果没有下一代，则等到有后代时再告知。如果无论如何也没有子嗣的话，则会传给下一家，其他家庭也遵循同样的规则。此外，保管箱子的家庭之间绝对不能讨论此事，这样的轮换是为了削弱箱子的力量。接受箱子的户长必须确保女性不靠近这个箱子，没有保管箱子的家庭则需要持续的监视保管箱子的家庭。每当约定的年数到了以后，就会从 M 家拿到新的符咒来替换旧的符咒，等到箱子里面的东西力量减弱以后，就会送到 M 家处理。这是自古以来与 M 神社之间的约定。 M 也说，正是如此，我将按照这个约定处理送来的箱子，并进行供养。管理簿中记录着所有箱子及其当前的保管者。这说，没错，本来我应该在 S 爷去世以后继承那个箱子，但我真的太害怕了，希望你们能原谅我。T 的父亲去世以后，刚刚继承的 S 爷也很快去世了。即便知道那东西对男性无害，我还是感到非常的恐惧。我不确定 S 的父亲什么时候会把箱子送来，但在葬礼以后，过了很久， S 的父亲都没有动静。因此我去和 T 家的后代商量，我们推测，也许 S 的父亲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或者 S 的父亲成功避开了箱子的影响。随后我们间接地试探了 S 的父亲，确认他确实对此一无所知。从那以后，我一直监视着那间仓库，发现箱子仍然留在了 S 家的仓库里。T 更换了符咒以后不久就搬家了，似乎搬去了松江。我想，这样一来，我或许可以在那里结束这一切。尽管我本应该继承那个箱子，但还是继续地监视着 S 家。等到约定之年到来时，我准备从仓库取出箱子，并送往 M 神社。然而，我真的非常抱歉，直到那时，即使 S 或者 S 的母亲因为靠近箱子而遭遇不幸，我也只能袖手旁观。S 家并不知道箱子的存在，因此我们不能和其他人讨论这事儿，所以他们不可能知道。这也是我与 T 讨论以后的结论。真的非常抱歉。这一图下作的方式多次道歉。S 父提到，已故的 S 爷爷曾告诫过他不要靠近仓库，不过基本上那仓库本身就让人感到不舒服，根本没有人愿意接近。S 也是这样认为的。这次是因为仓库即将被拆除， S 决定进去整理一下。就在那时，他发现了那个箱子。整个事情的经过大致就是这样。S 的父亲、S 的母亲和 S 的祖母虽然难以置信，但只有 S 的祖母似乎能够理解这一切。S 的祖母说，原来这就是他不让我靠近那个仓库的原因啊。M 也说，原来如此，原来是这样啊。你虽然没有继承箱子，却不得不监视它，最终也没能逃脱它的影响。我想你一定很痛苦吧。到约定的那一年还有19年，对吧？其实就算你继承了，最后的驱除仪式也应该是由我来进行的。 S 的父亲、S 的母亲、S 的祖母以及 S 本人，对于这个不太现实的话题，我还是感到有些困惑。但在如今这个时代，虽然这可能让人觉得荒谬，但这确实是现实。我希望J的爷爷不要对我生气，因为知道了箱子里装着什么，所以才会那么想要远离他吧。反正
现在箱子已经不在了，你可以安心了吧？我其实还挺高兴能听到这么有趣的故事。我希望你们也能够原谅这爷，真的希望如此。这爷一脸悲伤地低着头，看着他，我心里也感到了一阵难过。M 说，我想大概应该都想知道那个箱子里到底是什么。既然说到这里了，我希望你们能听我说完。虽然我不知道所有的事情，但我可以把我所知道的告诉大家。关于箱子的事情已经解决了，我认为没有什么问题了。老实说，剩下的还有2个箱子需要处理，我想那应该是由我去净化，这也是我的决定。这些事情必须让 S 的父亲知道。还有 A 君，如果你现在不听的话，事后你肯定还会一直缠着我问。那个箱子叫做屈子箱，是用来放置弃婴身体的容器，也有说法是被掐死的婴儿。大约是在1860年后段到1880年前半段左右时间内制造出来的。这个地方我们通常不称其为村子，在这一带受到了特别残酷的对待。由于这里的迫害非常严重，常常会发生弑婴的行为。这里是由某地直接管辖的，直接从某地来的迫害似乎更加严厉。因此，尽管人们为了增加劳动力而生孩子，但由于收入不足而陷入困境，最终在那个年代导致了弑婴事件的发生。这样说你们懂了吧？说到哪儿了？哦，1860年代后半段，对吧？你们知道隐岐之岛的叛乱历史吗？那次的叛乱大约1年就被平定了，但其中的一个叛乱分子逃到了这个村子，有点像是逃狱的感觉。反叛的理由在学校里也学过，是吧？隐岐是个富饶的地方，不过先不说这个了。那个逃到村子里的人和 A 君名字的汉字写法一样，以下就用 AA 来指代。AA 在叛乱被镇压后被带到了这个地方时，趁机逃跑了。这只是我听说的，他逃到了这个村子。村民们本来就已经生活在了被迫害的环境当中，现在又出现了这样的事，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额外的祸害，于是决定要杀掉 AA。 但 AA 对他们说，如果能救我一命，我会教你们制造武器。所谓的武器就是那个箱子以及制作箱子的方法。村民们问他那是什么样的武器，在一番讨论之后勉强接受了。 AA 提出了一个条件，他会教村民如何制作箱子，但第一个做出来的箱子必须给他，如果同意他就教，否则宁愿被杀。村民们勉强答应。接着 AA 就教了他们方法。 AA 说，听了方法以后，要不要杀随你们意，而这个小箱子是一个非常不祥的东西，也许 AA 有什么计划，但他还说，一旦完成了，自己也会没命的。尽管如此，还是有着不得不去实行的事情。关于箱子的制作方法，如果全部写出来，可能会引起很大的问题，所以我在这里会省略一些细节。M 接着讲，这个箱子的制作过程非常复杂。首先，需要用特定的方法将木头组合成一个极其坚固的木箱，这部分是整个过程当中最难的部分。你们之前看到的那个像是叠叠乐的箱子，就是用来制造这个的。接下来，在木箱中倒满母牲畜的血，然后等待1个星期，在血还未完全干透的时候，记得盖上盖子。接下来是箱子内部的部分，也是曲子箱名字的由来。正如你们所想，需要放入被杀害婴儿的身体部分。具体来说，是刚出生的孩子的脐带和食指之间，大约到第1个指节。然后
挤出肠子的血放入。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放入的部位也有所不同。例如7岁以下的孩子放的是食指指尖和肠血，而7岁以上、10岁以下的孩子则只放食指指尖，然后盖上盖子。根据被关在里面的孩子的数量和年龄的不同，箱子的名字也会有所变化。1人是1宝，2人是2宝，以此类推，直到7人是7宝。AA 再三强调，绝对不能超过这个数量。每个箱子还会印上不同的记号，比如1宝是空心圆，2宝是实心圆等等。但有一种特殊的箱子，叫做8戒。除了原本的7个孩子外，还需要额外的8个孩子，并且需要1名女性和1个孩子。AA 特别警告说，8戒只能做1个，绝对不能再做第2个。M 说道，通常听到这样的话，没有人会真的去做这样的事情，这实在是太不道德了，是最恶劣的行为。即使生活再艰难，即使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而杀了孩子，还要这样对待死掉孩子的尸体，但这里的先人们，他们答应了，并且实行了。我无法想象他们经历了怎样的迫害，处于什么样的心境下，才会不惜牺牲孩子也要把这当作武器，太可怕了。然后第1个取子箱完成了，每户人家都在不断的讨论着该杀谁家的孩子。最终8戒被制造了出来。 AA 解释了这个箱子的作用和效果，并把它给了那些迫切需要的人。那个孩子和女性的名字被打上了马赛克，而那8个要被牺牲的孩子的名字也被留空了。但是我确实知道这些名字，只是不能说出来，真的很抱歉。箱子的效果正如 AA 所说，可以咒杀小孩和女性，并且是一种极其痛苦的方式。不知为何，内脏会慢慢地变成碎片，不仅是接触到的人，就连站在旁边的人都会受到影响。村民们看到这种效果以后，开始陆续制造更多的箱子。村民们为自己做的第1个箱子是7宝，也就是我净化的那个装有7个孩子遗体的箱子。在不到2周的时间里，就有15个孩子和1个女性被杀害了。这不是现代的事情，真是太残忍了。制造出来的箱子被进贡给了当时的村长，村民们以诚意为名，带着这些箱子去见村长。结果村长的家人，尤其是女性和孩子，不断的吐血，痛苦的死去。随后村民们向统治者的高层和其他地区发出了声明，从今以后，希望你们对我们只是置之不理就好。虽然我们不会原谅你们过去所做的一切，但如果你们不再干涉我们，就不会再发生什么事情了。如果你们想要接受我们的保护，那么以前因工作需要前往统治者所在地的村民，以后就不要再去了。如果是想要以这件事来报仇的话，这个诅咒将会再次兴起。送至村长那里的箱子很快就被退回了。为什么必须留在村里？具体的原因不便详述，但确实的要留在村里。然后村民们决定继续的制造这种箱子。据说已经制作了7个这样的箱子，但我认为这可能只是虚张声势。考虑到当时的村民大多都不识字，我不认为他们会留下详细的记录，这可能是 AA 的主意。包括统治者在内的周边地区都同意了这些条件。这个事件在当时广为流传，对于村子里的一切干预很快就停止了。之后这个村子的人们继续的制造这种箱子，虽然 AA
已经不知去向，但他似乎留下了关于箱子保管方法的指示：女性和小孩绝对不能靠近箱子，箱子必须放在阴暗潮湿的地方。随着时间的推移，箱子里的东西效力会逐渐的减弱。如果不再需要或难以处理的时候，应该将箱子送到祭祀神的神社。普通的寺庙不行，必须是祭祀神的神社。在这13年间，村民们持续地制作这种箱子。除了最初的那个箱子以外，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将被杀害婴儿的尸体放入已造好的箱子内。在杀死孩子的时候，大人们还会说憎恨统治者之类的话，以便减轻一些罪恶感，并将怨念转移到了统治者那边。到了第13年，总共成功制作了16个箱子，5个1保，2个2保，5个5保和2个7保。仅计算这些箱子，就已经有56个孩子。如果加上失败的数量，实际受害的孩子则会更多。而在第13年，发生了一件大事，所有的箱子都被集中在了一个地方看管。但在某个时候，一个11岁的男孩偷走了一个箱子。不幸的是，他偷走的是其中一个7保。箱子的强弱随着数字增加而增强，1保最弱，7保最强。从外观就可以分辨出箱子的种类，就像 S 之前玩的那个箱子一样，它非常吸引孩子的兴趣。小男孩很高兴地把看起来很有趣的东西带回了家，结果那一天，包括小男孩在内，家里的小孩和女性全都死了。这件事让村民们第一次深刻体会到了轻视这种武器的后果。一旦被反噬，身边重要的人会在短时间内相继死去。经历了这次惨痛的教训以后，村民们决定彻底地处理掉这些箱子。随后5名代表来到了我家，请求我的祖先帮忙处理这些箱子。但我的祖先感到了箱子的力量过于强大，于是提出了削弱其力量的方法，也就是这所提到的那种方式。约定不到指定的年份，绝不把箱子带来神社。神社也决定不再与村子有任何的接触。前任的管理者去世时必须报告。根据箱子的强弱不同，设定了不同的年限，大约在110年至140年之间，7保则需要140年。为了防止管理者逃避责任，制定了严格的规则。每个组别选出1名代表，村民们则向各自的代表登记。不论哪个箱子传到了哪一家，都必须的通知我家神社。在我祖先控制住箱子以后，那个人就会被处决，从而确保箱子的管理情况不会泄露。同时，禁止同族以外的村民讨论箱子的事情。为什么不让全体的村民共同保管呢？我想，正如我爷爷所说，由少数人承担的责任更难逃避。然后在保管了约定的年份以后，这些箱子会被带到神社进行处理。我爷爷运气不好，因为在他和我的这一代，我们共同地承担了这个重大的责任。关于箱子的保管年限是如何确定的，我们并不清楚。其他箱子在我爷爷那一代就已经全部的处理完毕了，只有7保它需要更长的时间，所以才会轮到我来处理。看来以后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不得不认真的对待了。这些就是我所知道的关于箱子的所有事情了。我之前净化的那个7保，就是最初被制造出来的那个。我不清楚箱子的保管年限是如何确定的，但我的祖先可能知道更多关于这些箱子的事情。也许是因为 AA 引发了一系列事件，
他才来找我的祖先求助的。以上就是昨晚的故事，看起来像是一个三流的小说情节，但对于亲身经历这一切的我来说，脑子里只是一片的混乱。老实说，我很纠结是否应该把这些内容抛到网上。我知道这些都是禁忌的事物，如果村子的秘密被泄露出去，可能会带来很大的麻烦。但 M 提到还有2个奇宝的箱子需要处理，他说他会负责任地去处理它们。我们4人虽然听到了这些故事，但仍有许多未解之谜。为了借助大家的力量，我们决定把这件事公之于众。正如我在开头所说，有件事需要你们帮忙，指的就是这件事。看完这个故事以后，不知道有没有人能够提供一些关于这件事的情报呢？虽然我不会透露具体的地方名称，每个人的名字也没有告诉我们，但从个人的好奇心出发，我们非常想了解更多。尽管 M 已经讲了很多，但我们对 M 和他的父亲的事情仍有许多非常不清楚的地方。S 和他的家人以及 K 也非常想知道更多的信息。M 曾经说过，在这个现代社会中，也许有些无法理解的事情被隐藏起来了。对于这种超自然现象的说法，我个人认为可信度非常低，如果不是亲眼看到，我也不会相信。以下是几个我们想要了解的问题。 AA 是谁？他原本是从哪里来的？ AA 是如何得知箱子的制作方法的？他为什么要躲到隐岐这个地方？那个叫做八戒的箱子现在在哪里？ AA 后来又去了哪里？ AA 用八戒做了什么？隐岐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就有将京都一带的政治犯流放在这里的习俗，那么箱子的制作方法会不会是来自京都呢？这些问题不仅出于我的好奇心，也包括了对祖先历史的求知欲。父母还在世时，我曾听说父亲那边的祖先是从隐岐来的，但详细的情况就不知道了。我与 AA 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也是未知数。我的妹妹对此也是一无所知，即使问外婆，也得不到答案。熟悉历史的各位，关于八戒这个词，它是否出现在某些野史或是传说中呢？如果有相关的信息，请务必告诉我。箱子的名称由来也不明确，日文里没有汉字的名词找相近的汉字来凑成汉名的情况，也就是音译。下面是我的一些猜想。一宝、二宝这些名字会不会是一封、两封这样的意思？而八戒这个名字会不会是八开音译的呢？我的名字虽然不能在这里写出汉字，但这其中是否隐藏着地区的名字或是重要的信息呢？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想请大家帮忙也很困难。虽然对大家感到抱歉，但如果有什么情报的话，请务必让我知道。我也打算去图书馆查阅一些乡土译文史的资料。如果有新的发现，我会继续在这里更新的，拜托各位了。故事到这里全部结束，而在2CH 引发的广泛讨论才刚刚开始。日本网友们纷纷猜测，逐渐演变了几种说法。有人认为，按楼主所描述的制作过程，像极了中国民间传说中巫师制作的蛊毒，有用百虫制作虫蛊，也有用兽制作兽蛊，用于惩罚或是诅咒害人。而曲子香更像是人蛊，箱子在制作当中用到了雌性的动物血液和被杀害婴儿的身体部分，又放到了密闭的容器当中，像是生化武器一般。这种条件下，细菌和病毒也许就发生了什么恐怖的变化。也有日本网民认为，
不管是效力随着时间的减弱，还是靠近接触才能生效，具有类似放射物质的特点。会不会是某种辐射呢？曲子箱里的东西只是用来掩人耳目的，箱子的材料则大有文章。但这两种推测都无法解释曲子箱是如何做到区分年龄和性别而展开攻击的。随着网友们的深挖后发现，整个事件的时间线都和真实的历史相互吻合。制作第一个八戒是在1860到1880年间，而 AA 在逃跑之前说七宝的效力能持续140年。其他的还没来得及问， AA 已经拿着八戒给炖了。在只知道区间在1860年到1880年间，如果用1880年来算，那么140年后，也就是到2020年，七宝已经失效，而八戒则仍有影响。帖子的发布时间是2005年，也就是说，当时带去的七宝还没有失效，但考虑到还有15年就失效了，所以它的影响应该是被削弱的。再就是原文楼主发帖，新闻当中用了很多岛根县当地特有的方言。岛根县位于日本列岛当中最大岛屿本州岛的西南部，隐岐岛是日本古代后鸟羽天皇以及后醍醐天皇被流放之地，形成了独特的皇室文化以及离岛文化。而根据原文当中提到的战争背景，很可能就是日本的隐岐之乱。据此推测，曲子乡事件的发生地就在岛根县隐岐诸岛附近。在这个现代社会当中，也许有些无法理解的事情被隐藏起来了。好了，以上就是鬼叔为你讲述的日本都市传说。喜欢的小伙伴欢迎点赞关注，下期不见不散。